大胆牛府撒野！把爷爷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蜀红司，我已禀明刺史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？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，那就打扰了。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东面也没找到，继续找。是。叫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季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季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季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宁武娘子，这苦肉计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们现在回来了，这是警官府，他不敢来这儿抓你。没想到会这样，不想那个婢女死的，我没想到他会杀人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那牛五娘心狠手辣，草菅人命，那婢女的死与你无关。阿玉，以前我觉得自己无非就是跟一些商户斗一斗，至多就是生意成败、赢钱得失。
我从未想过有一日我将面临这样的敌人，他们是生命如草芥，杀一个人就如碾死一只蝼蚁一样轻松。就跟我阿爷。对了，这事没有告诉阿兄和阿娘吧？我没说，你放心。这事他们知道了，只会徒增烦恼。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那是牛景，宁父都督的女儿。是啊，宁父都督的女儿，那又怎样？他不会因为我退缩就放过我，也不会因为她是谁的女儿就此罢休。阿玉，我不能退，我没有退路。风霜刀剑都得走下去。杨警官既然救了我，我也不会食言。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那你们聊。不着急，改日吧。我接下来应该会很忙，怕是你今日不问，我会忘记的。先坐。你阿爷的事，我大略听说了原委，仔细推敲，整件事的疑点为实不少。堂堂景王，有的是谋利的手段，何必犯下这欺君罔上的罪行？这些，你可曾想过？但想过又如何？家道中落，我阿娘重病，光是谋生，便要用尽全力。即便我知道我阿爷的死另有隐情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蜀红丝我现在染不出，将来一定能染出，如此也能报你救命之恩了。杨某拭目以待。杨警官，家中生意离不开我，我还得尽快回去，还请杨警官帮我们准备个地方梳洗一番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安排。多谢。马车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你去送季娘子，出了警官府走小路，到了季家门口隔些距离便停车。是。多谢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名花有主吧。既然是花，就算是别家的，也不敢让它落了。不过是杨家弃子，下等小官。今日他害你奸细，来日我定让他血偿。今日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当着他的面，您若不把戏做足了，此事恐怕很难善了。
只是什么？你但说无妨。你就这么杀了花掌柜，是否有些草率？奴婢担心花想容会不会？什么是夫妻？你是与我一起见识过的。同生共死，不过是话本里才有。花想容向来胆小懦弱，没了花荣撑着，她什么都不是。花荣活着，她或许还有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希望。如今花荣死了，她怕是早已逃命去了。就算是她敢回来，我也能让她有来无回。娘子还是想要季莺莺？不逼上绝路，她怎么会明白？谁才是她的主子？好，停。季娘子，到了。听说这朱元陀没人登记造册，我这订单也签了，定金也付了，你们季家这不是害人吗？还钱！还钱！我们等不了这么多。诸位，且再等一等，莺莺已经去取造册文书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还等什么呀？直接闯上去，拖他们去见官。走，见官去！见官，走！住手！见官去！见官，走！哎，金过来了。诸位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文书拿到了吗？龟叔，先把阿娘扶进去休息。阿娘放心，我来应付。莺莺啊，当着这么多掌柜的面，你说句实话，朱元陀是不是没能登记造册？我们的定钱是不是血本无归了？对呀，对呀，是啊。诸位，朱元陀登记造册文书确实没下来，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，还请诸位稍安勿躁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的缓兵之计啊？你要是嚷不出来，交不了货，我们是要赔给买家钱的。对呀，诸位，时限未到，等期限一到，我季莺莺一定给你。什么时限不时限啊？你要交不出货，我们也不等了。走，和我们见官去。走，出手！朱元陀尚未登记造册，浣花染坊接了大量订单，所收定金不菲。为了维护各位掌柜的自身利益，杨警官特请孟县令派遣衙役协同办案，将季家一干人等就地羁押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以慰民心。金娘子，可有异议？交货时日未到，我季家便不算违法，也不算违约。只是，也不能不让我们出去采买换丝吧。杨警官说了，需要什么尽管拿钱拿银子，他会派人帮你们采买。如果需要西边换丝，也会派人帮你们送到浣花匕首。多谢杨警官。行了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杨警官定不会让他跑了的。我不走，我不相信，我在这儿盯着，谁跟我一起？我跟不走，一起走。好啊，杨警官还说了，如果有人趁机生事，也定不轻饶。来，尝一尝，看一看啦！我这儿有红花饼卖了，价高者得。我出市价的2倍，我出3倍、4倍、5倍、20倍。瞧不起啊！我出10倍。哇！10倍多啊！想吃什么？这交货。你说说你，到底哪里得罪了杨警官，让他这么跟咱们家作对？杨警官是在保护我们，保护？他是借着这个理由派兵守着咱们家。若非这样，那些人早冲进来把咱家都给拆了。哦，对了，登记造册可有眉目了？快了，
阿娘放心。你就知道让我放心，这人都堵到家门口了，我怎么放心啊？婷儿，阿兄，我看家里被官兵给围了，我又翻不进来，所以阿兄，自己人是可以从门里进的。啊？哎，英英，你还好吧？好着呢，我一会儿便和阿兄去染丝。染不了了。娘子，咱们的人都盯着呢，保管市面上再无1两红花饼。可是我怎么听说，他们之前已经染出不少朱颜陀，那些根本就不够交货的，况且他们也不敢交。那杨警官重新派去登记造册的人，是来不及回来的，既没有造册，又没有染料，双管齐下，保管季家倾家荡产。到时候，金娘子就不得不回头了。山上如何？山上恐怕暂时动不得了。是啊，怎么不见了呢？这好好的。对啊，雷祖娘娘做下的绳子怎么会不见呢？你没听杨警官说呀？绳子昨夜替雷祖娘娘显灵赐福去了。各位乡亲，这神像乃是圣物，大家都找仔细一点。我相信，谁若是能找到，定会得到雷祖娘娘赐福的。还有啊，警官府在此承诺，若能找到神像者，有赏。好。杨警官，桑张是怎么了？此事不回头巷。他在最好，这山里边越热闹，对咱们就越有利。虽然不知道牛五娘在这山里搞的什么名堂，只要有这些人在，他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咱们呢，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找他老巢。我虽然不是益州人士，但也知道雷祖娘娘在益州百姓心中之重。你与她做局，你不怕遭天谴吗？这雷祖娘娘若是真有灵的话，她就应知我所求，更该保佑我。但若她只是泥塑之下，那这山里的事，便暂时由我这个凡人来护一护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先前一直以为你独断专行，有勇无谋，现在看来，是属下误解杨警官了。夸人的方式可以直接点，没必要拐弯抹角。哎，到那边再看看。是不是我拿了这个，也就可以放了莹莹？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莹莹，怪我无能，只得用这种方式护你。我不后悔，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。嘿，干什么呢？我跟这家人相识，不知差人可否通融一下，让我进去一叙啊？走吧，走吧，上面可交代了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不是闲杂人等，我跟他是故交。您看。
能不能通融一下？你可别害我挨板子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！走吧。